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 ，OK， 浮夸。然后这个我们三位大叔一块聊天的这个时候，其实没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为什么没那么多？这话听了有点我在奇怪。我在讲什么？为什么？不是的，继续。我的意思是说，每次都找嘉宾来嘛，我们对三位相处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你得解释一下，不要想，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们俩会伤心的。我们三位大叔，茶叔要退出了。我们三位大叔约定好了，要做到老的呢。就是，大爷中文还要继续做下去。大爷，老爷中文。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由Ben叔做主导，因为他最近好像参加了一个会议，对不对？什么会议？对，今天主题是关于留学，因为我上个周末我看到西班牙刚好办了一个 HSK 留学中国与就业展，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是想要去中国留学或者是到中国工作的，我觉得可能会感兴趣，所以我就过去看了一下这个展会，然后跟一些招生的老师，都是来自这个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招生的老师，跟他们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同学们可能觉得重要，所以确实也听到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所以Ben叔，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蛮重要，因为越来越多学生想要去大陆留学，甚至工作。但是Ben叔，我有个好奇点，就是你遇到这些顶尖大学的来招生的老师，你怎么介绍你自己呢？我是大叔中文的 Ben 老师。我确实被问到了，我去之前那个茶叔还说肯定有人会找你签名什么的。有吗？所以先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好不好？到底遇到有没有类似的哪有人认识我们呢？没有，一共就16000个粉丝。对，去了之后失望了。去了之后大家都问你是哪里的？然后我说我是那个中文老师，然后我也在做一个播客，然后就是如果各位老师想来我们播客去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情况的话，也欢迎你们。然后没有人要加我微信。他们说走开了，那是顶级大学的好不好？凭什么？人家是的，像清华呀、清华大学、北大呀，然后就是最知名的大学，那个老师都是从中国过来的，专门做这个。那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真是的，好失望哦！我以为我们很有名呢，结果没有了，是自作多情。需要大家这个告诉你们的朋友订阅啊，对。定起来，跃起来。那我有兴趣的话题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沉重的话题。对，就是我大概聊了一下，就发现如果去中国留学的话，有这么几种形式，比如本科嘛，本科的话就大家高中毕业之后，如果你想去中国读一个本科是没问题的。或者是读研究生或者是如果想学一个短期的项目，这个就没有门槛有这种专门学中文的，有一些大学开这样的中文课程，但不是所有的所以可以去3个月、6个月或者1年，然后也有这种商务汉语班，这个 HSK 的班都有。然后今年我发现本科的话今年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今年5月他们刚刚做了一个试考等于说中国的这个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新的综合能力的考试因为以前发现很多同学就是到了中国以后，可能跟中国的学生一起上课，然后因为太难了，对，太难了，所以很多人可能来了以后被录取了，但是读了1年2年之后就放弃了，就很可惜嘛。对，因为坚持不下去，太难了。所以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这种本科就是真的就是和中国的学生一起上课的？
本科的话是这样，但研究生的话就是有2种，有的大学的话会有这个如果你中文真的特别好，可以跟中国学生一起上，但是也可以用英语上课。如果那个国际学生足够多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英语的研究生的班级。但是本科的话，大部分都是跟中国学生一起上。但是录取率很少了，所以基本你看不到。跟本科学生上的话太难了嘛。对。所以现在就推出了这个综合能力考试，就是你要考一下数理化呀，根据你报考的专业，然后学校会告诉你要考这个专业的话，你必须要参加这个考试，然后这个考试的，比如说你要考一下数学，考一下这个科目那个科目，最后根据你的这个成绩来决定你可不可以正式的被录取。所以今年是第1次试考，从明年开始就正式推出了，所以就感觉这个门槛越来越高了。像我有些学生想要去中国留学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读大学嘛，那所以我听说他们要能够去中国留学的门槛就是要通过 HSK 4级。这个只是一方面，现在蛮多的。我比如说咱们拿清华大学来说吧，这个是算是中国顶级的学府了，一流的。所以 HSK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 HSK 最低要达到5级新的 HSK 达到5级以上。清华大学的门槛对不对这是语言方面，但是这个5级的话，因为它不是考很多项目嘛，每一科都要达到60分以上，就是你的听力啊、你的阅读啊、你的写作呀，都至少60分以上。这是语言，它还需要看你的这个英语的水平，英语水平你就要有这个托福或者雅思这个成绩。对，除此以外还需要有一些，要有这个你的高中的毕业考试的成绩单而且要提供你的这个最高学历的这个官方的成绩单，你要公证认证一下。还有就是需要有一些综合能力的测试，比如国际综合数理能力测试，这个叫 THUSSAT。SAT 吧，那个美国的，还有什么 TIST，还有其他证明材料，所以感觉这是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对，你要选某一些专业的话，那个专业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门槛具体的要求标准。听起来很难呢。对，这个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对。OK， 但一般大学的话，好像你要HSK 4、5级一定要有，5级的话会更保险。我有一些学生是说，如果你要在中国读本科去留学读本科的话，3级就可以，但是因为去中国读本科还会经过面试这个关卡，所以对也有面试除了那个有的好的大学，他们又有自己的笔试和面试。对，所以其实虽然说是3级就可以去中国留学，但实际上你要达到4级，机会是更大的。现在我看了一圈，没有3级了，我觉得至少最低是4级。对，3级是好像是官方说基本最基本，但是其实都要4级 HSK 通过4级考试，然后还要通过 HSKK 就是我们的口说测验也要通过，然后才可以去中国的本科。然后你在中国本科就是读4年嘛，或者是把本科读完，接下来硕士的话，你在中国读本科的期间，你必须通过5级HSK 5级，你才可以去读硕士。对，那如果没有通过，你就要打包回家了或者是你可能考虑去考别的大学，或许别的大学还有名额可以让你去读。而且呢，大部分的大学好像都会提供奖学金，就是住宿费或生活费。我奖学金我有问了一下，有这种国家的奖学金，那这个的话只能报考5个院校这个是好像什么 A 类的奖学金，这个而且还要，我听那个招生老师说，你还要去自己的那个当地的中国的那个领事馆去问一问有没有名额。
竞争力还挺强的，对啊，所以学校当然也有自己的奖学金，但是也有这种国家性的奖学金都有。变叔，你说的是国家性的啦，比如说那个 A 类的，而且要去可能领事馆去申请的。那一般学校自己会提供的奖学金也是有，只要你通过学校的那个标准的话，学校会给。那没有通过的话，基本上他就不发给你了。对，就是你就这学期读完，可能他就不会再发奖学金给你。对，我听说的好像是这样子。灿叔，你会让瑶瑶去留学吗？以后？突然 Q 到我，好突兀！你这个因为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留学的事情，我很好奇，就是灿叔有没有让孩子留学的计划？就说实话，目前这个阶段根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随缘吧，因为说实话，就是可能在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到国外镀个金回来会比较好。但是现在其实国外很多这个学历都贬值了，除非就是说瑶瑶成绩特别优秀，她能考到比如说那些常春藤的那些学校，那是另外说的东西，对吧？那有这个真的能力能那就现在就得准备，如果要对去常春藤什么的话，那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就假如他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是当然愿意让他去的。但假如他只是想出去，比如说想去混一下。想去混一个文凭回来，感觉国外的文凭比较好，那我是不愿意让他去的。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有些中国的家长会有这个心态，他会觉得在中国的孩子们太辛苦了啊，自己的孩子卷高中呀，太辛苦了啊，读个什么国际学校呀，比较轻松啊，出去呢可能在国外转一圈回来，长见识啊。这个其实比较适合那种家里特别有钱的孩子，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了。就是所谓的适应国际的这个的感觉，因为主要也是国外那个就是招生的话，一般他不只看成绩，他还得看你就是玩的这些方面，社团啊，这个领导力啊，他看你那个整体的背景，还有你的获奖情况啊。你要是只有成绩的话，也不容易被录取。我知道中国这边就是我是觉得这所有东西反正到中国都会变味儿，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所有，当然国外可能要求你各方面都有很多这种要求啊等等，但是到中国人的眼里，很多东西就变成一种包装的东西，变成一种特别像很多现在国际学校的孩子，他本身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学习成绩不是说他死记硬背的这种能力，而是他本身对就是知识的理解、消化以及掌握的这种能力，他都不算突出的，就是他未必就是出去是掌握这种真正的很多知识出去的。他可能只是因为上这个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提供你很好的这个硬件设施，提供一些所谓像你说的那些所谓的活动啊，甚至有时候到什么海南这种环岛游啊之类的，去自驾游这种东西都有的嘛，还徒步啊什么的，这东西就是我觉得啊，很多是做给这些中国的家长看的。反正我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看这些事情，因为说实话，就在我们家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大家族里头，就是我老婆。他哥哥的儿子，今年上高中，之前在初中的时候就不怎么好好学习，高中的时候在学校上了半个学期就觉得又不想好好上，后来发现他有个同学上了国际学校，听说那个学校很爽，然后篮球场特别好，然后呢生活条件特别美，反正所有东西都很好，后来就是让家里给他怎么地都要去那个学校，因为家里其实他们家经济条件挺好的。能负担得起，后来就让他去的这个学校。他有这个东西，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完全是负面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确实很有钱的家的孩子，你不能说有钱家的孩子他一定就没有出息。你比如说有些处的比较好的，后来之后有人脉了，对吧？你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呢，这个东西是说不来的这个东西。但整体而言，在我看来，这个整体的这些富家公子哥们这些习气，整体还是负面影响比较大。而且不是说有真才实学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是这个方面而言，我是觉得留学也无益。他就算到国外去学个，比如说他的目标是去国外去学个什么管理回来，其实学管理是最没有用的。说实话，回中国，因为国外这个管理的东西和中国的这个野生的管理东西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的东西。管理的东西必须从最底层一点点爬上来才能有用，不是通过学些套路有用的。
所以我是看我可能有点那个愤世嫉俗的这种状态说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反正就是留学有2种可能，一种是你学习成绩真的很好，你有这个学术方面的追求，或比如说科学方面我是比较认同的。理工方面确实能力特别强，我是愿意让瑶瑶去走。你要假如这方面真的特别有才能，特别有能力，因为他现在挺喜欢数学、科学、英语也挺好的。他比如说这方面真的后面能看出这方面能力，我们当然愿意培养他往这方面走。他假如没有这方面能力，我就让他踏踏实实在中国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找到自己的能力的方向去做，踏踏实实去做一点点锻炼，不要想着国外你出去镀一回金回来就有用，未必的，说实话。而且现在这个形势已经不是那个状态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但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像我在国内读的大学嘛，在国外读了3个研究生，然后我觉得总的来说我都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学的东西都是那种大框的东西，对，就是理论的东西比较多，理论去写这种论文呐，就感觉是做研究的这种。就是对我实战的话确实没什么帮助。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话他那个进大学的那个门槛是比较高的，毕业比较容易。但国外的话是你进的那个门槛比较容易，然后毕业比较难，所以就感觉就是如果是想要去国外的体系，那肯定国际学校是更好的，为你出国的这个路是铺好的。但是如果在中国国内的体系的话，那对你进这个中国的名牌大学是最好的路子。但我是觉得当然但在中国的话，因为这个在高中的话竞争太激烈了，那很多差生的话就可能家长会选择去国际学校这条路，因为这样的话去国外大学更容易一点，就绕开了中国的高考。所以我觉得是我能理解你这点，但是其实我可能作为父母吧，这个问题可能和你的角度会不一样点点。我是觉得很多父母其实就是替孩子想太多了，代劳太多，为他们思考太多，觉得你太累，我给你选一条轻松一些的路等等。其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害了孩子。当然我觉得你是不一样的，咱们因为说实话就是有些孩子他就像你是有这种进取心的，能感受到你是有进取心的人，那不一样。有些孩子他没什么进取心，他说不来在国内的话，他要有比如说没有学习的才能，有别的方面的才能，他可能能发挥出来。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其实别的方面就是真正学习不行，可能做生意可以，或者是现在搞很多人去做网红了，他确实刚好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也很难说，对不对？但是呢，你这方面你都不去想一下，没有去这个机会去铺展一下，就想着我先逃到一个比较相对安逸的环境去出去，对吧？其实我是觉得这很多时间可能会浪费掉。因为我表妹就是我叔叔的女儿，她其实年龄比较大，生的孩子今年刚好大学毕业，然后她就一定要去英国留学。说实话，她这个专业画画的，你去英国留学一定有出息吗？我觉得未必。他其实现在就死磕那个英语考试啊等等，就把时间放在去学这些东西。他其实本来按道理，你要是去能实践的去做一些东西，说不来对你长大就是后面整个事业是有更好的帮助。但你现在好像陷入一个这个怪圈里头，就我一定要去留学。现在把一整年时间放在块，就是去学英语，别的东西又不做，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会本末倒置的感觉。这是其实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特别我觉得人的时间真的很快，我是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真把很多时间浪费了，就是因为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感觉20岁到30岁的时间真的疏忽一下就过去了，你突然之间就缓过神了，已经30岁了，仿佛自己还没做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去想这些事情，真的。我也是回到留学的点啊，我是我不是反对你啊，我是觉得就是我是觉得真的确实你想的可能是这个更多的是这个留学的性价比吧，就是说你学的知识啊，这个对。其实我觉得灿叔的立足点是以国内的年轻人来讲了哈。
的想法。我以我的观点了啊，因为我很多学生是东南亚的，跟那不一样，比如说南亚的学生，对。那如果我以他们的立场做出发点的话，我是很支持留学的。对，因为毕竟他们有兴趣学习了中文。然后利用中文这个跳板能够去中国，中国现在毕竟是比较繁荣还在发展中的经济体，所以我很支持，只要有学生问我说老师我适不适合去中国留学，我都会非常鼓励他们，因为你借由学习中文这个跳板，然后能够去中国留学，除了大学有提供奖学金之外，你还有体验中国生活的机会，另外就是你体验了你家乡之外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这些学生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另外就是在中国可能你旅游过后，或者跟中国人相处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这个价值观，还有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都除了在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中文之外，都是另外很棒的养分，对他学习。而且我真的有很多学生去中国留学之后回来，他可能就有一些想要成立中文学校的想法，或者想要可能做翻译，就是他会对回国之后的职场想象会有更大的空间。所以我会站在这些比如说东南亚或者是南亚的学生，我会非常支持他们去中国留学，因为他可以回国之后利用他这个专业，可能甚至做生意、贸易什么都非常有用，所以我会非常的认同这样的做法。你像对，我是同意那个灿叔的，就是觉得如果是学有所成，就是学知识的话，我觉得留学的话不一定你学到的知识就要比国内更好啊。我是觉得留学的话，主要是除了这个知识以外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自己第一次留学的话，以前我觉得我还挺依赖父母的，虽然我在天津上大学4年，但是还是在国内那个环境里，感觉需要父母的帮助，还是一个电话就基本上在国内那个环境都能解决。但到了国外之后，我觉得我父母完全帮不上忙，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国外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自己就是要逼着自己去银行去办卡呀，或者是去教务处去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就感觉是一下子真的开始独立了，就是因为我谁也靠不了，就只能自己去慢慢的摸索，自己就是要学每打一个电话之前要把那个英语都想好了，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我得知道用英语怎么解释，不然我可能会这个遇到困难嘛。所以感觉对语言能力方面，这个留学还有就是自己生活方面，自己要做饭呢，要租房子啊，要处理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切的这种手续啊，或者是事务啊，我觉得这个独立能力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成长在国外。其实我就是不管是茶叔还是笨叔的观点，我在一定程度上都同意。但而且还有一点我要考虑的就是，我作为父母，但其实说实话，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很多想法呀，这个意向啊，完全不是父母能控制的，父母也没法帮他规定这些该怎么走。其实我就发现，比如说瑶瑶在以前在小点的时候，我给他放那个大闹天宫，他不看。他觉得孙悟空太坏了，为什么抢这个龙王的这个定海神针抢走了，欺负人家啊？最近突然迷上了这个孙悟空西游记，就家里买了好多，还有听有声书，我又给他买了一套连环画。我就觉得孩子他每个阶段想法不一样，喜好的东西不一样。我现在虽然说我们给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可是谁知道他18岁以后、20岁以后是怎么想的？甚至可能到30来岁之后，他突然一想，我想出去转一下，我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看一下不一样的人，这都是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他自己的生活，不是我们说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他有什么想法，我们能帮到什么而已，只是这样的。说实话，那可是如果18岁他要留学的话，你肯定还是要他真要留学，那肯定得帮他付学费，对吧？对，就看他主要是看他有什么意愿。而且他的意愿强大到他足够说服我，然后呢，而且我是觉得他我是觉得他做任何一件事情，我希望他要想清楚这个东西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不是说我懵懵懂懂的就出去了，对吧？
你起码得告诉我你出去干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有什么预期，最后回来之后你要干什么，或者你想留在外面那就不管，就起码是你有什么想法。我是觉得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做任何事情绝对要想一下你想得到什么样的回报，预期是什么东西，对，不能就是没有任何计划就做了。对，而且你要看得出他的热情有没有，对啊，有没有出现。你有时候讲一讲而已，他什么都没做，那他真的有心留学，或许他会去找资料，他甚至会打工去筹钱，对，你就看得出他有些动机跟热情。对，所以有些孩子他就是为了逃避中国这个卷，觉得太累了，那我就去留学。说实话，你以为国外不卷吗？国外其实更卷，很多地方很卷的，有些特别是往高端的一些，那人更卷。对。那你舍得吗？如果孩子真的就说啊，我想好了爸，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要去国外留学。这留学就是怎么说？现在确实因为主要是我们一家3口成天在一起，想想他觉得要出国会觉得有点舍不得，但是说实话到跟前，其实以他的意志为主了。做父母都是这样的，你真要孩子要走，你不可能说我把你拉在身边啊，我不考虑你以后自己的发展，不考虑你的快乐，不可能的事情。对呀，因为出国留学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真的喜欢当地的生活，突然就觉得，哎，我要毕业之后在这边找工作，就进一步的可能就留在那里了吗？其实没有办法，你像我不是一样，我就留在西安那样，我爸妈乐意吗？肯定不乐意，那是这个没有办法，也就是小孩的未来你没有办法。对，这个完全不行。你说像这个在台湾啊，疫情之前我们很流行去澳大利亚度假打工。对。那度假打工那时候非常流行，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学生找我教他们英文，他们的目的就是去澳大利亚度假打工，可能半年至1年。那很多这样的学生，他的目的就是第一个训练自己独立，因为度假打工基本上可以在那边赚到100万台币，大概半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工资比较高，澳大利亚的工资比对台湾的工资高很多，但是呢，他们的工作项目可能是比较累的，而且比较不固定，可能你要去农场采草莓或者你要去屠宰场去刷那个猪肉什么的，那个很辛苦的工作，而且可能工作的时间会超过10几个小时，所以很多学生就把这样的度假打工 working holidays 把它当作是一个训练自己独立很好的机会，那也为了他人生可能快到20岁的时候为自己赚第一桶金，也就是第一个100万，然后为他以后可能回台湾工作奠下一个基础，所以那时候非常流行的就是去澳大利亚度假打工，疫情之前那很多人呢度假打工是为了去澳大利亚体验旅游1年因为他可以边打工赚的钱去旅游，旅游了几个月再继续打工，然后再继续用那个赚的钱去旅游，然后把所有澳大利亚每一个地方都玩遍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年轻人非常流行这样的方式，然后而且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存第一桶金，你可以达到目标，那不管你要回台湾或者是再到别的地方去留学，你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也不需要靠父母，而且这1年的过程其实你也变得很独立了，再来外语能力也提高了因为你要不断的训练自己说英文，那如果你抱的是第2个目的去旅游的，那其实你也达到目的了，你不只玩遍了整个澳大利亚，而且呢外语能力提高了，然后其实也学会独立了，然后真的就是我觉得以前在疫情之前了在台湾这种去澳大利亚的这种风潮是非常非常兴盛的，几乎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做。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好像有一个对比的感觉。没有，后来就是因为疫情这个风潮就没有了。对，还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也比较没有那么敢冒险了。我觉得疫情后好像年轻人变得没有那么敢冒险了。对，疫情之前我常常听到很多年轻人会做这个去澳大利亚这个 working holiday 这样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我一直很鼓励年轻人多去国外体验。对，我觉得这个以后都会是你成长的养分。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国内待久了，觉得人生总是没有突破，或者你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生活太久，真的会麻痹。
对，我倒觉得你出国去走一趟，你的视野会改变，然后你的国际观也会变，你也会了解别人怎么去想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磨练。但也有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视野打开了，就是可能会感觉再也回不去了，就是觉得自己已经看了世界，就是了解好多好多东西之后，可能回国之后发现这个人的想法就是真的跟我不一致，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想法上的冲突。你是不是在说自己呢？就是也有一些会有一些困扰，就是觉得，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定。你如果去大城市的话，然后再回到家乡，也会有这种感觉。那肯定会有的。对，我觉得这样的视野上的不同，甚至你觉得跟自己的观念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成长。对。难道你要在观念一样的世界或环境中长大一辈子在那里吗？我觉得就在一个泡沫里边就感觉会快快乐乐的，但是可能你出去看了世界，觉得哇他们有这样的生活，然后或者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回去可能这个是相对的啦。有的人会因此成长，有的人会因此愤世嫉俗，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很好，因为人生总是有变化。对，今天出国没有给你刺激，可能你的人生会遇到别的事情给你刺激。那我觉得当你习惯了不同的刺激之后，我觉得你会发现人生很不一样。但是你一直在舒适圈里都没有走出去，那你会被那个舒适圈里的社会价值给束缚住。你可能永远不晓得国外世界是怎么样。我觉得在台湾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这样子成长的，他可能都是觉得台湾怎么样，台湾就是全世界。台湾就是怎么样，我觉得会缺少国际观，然后呢，外国人怎么想你的，你可能也不晓得，甚至你也不是很了解外国。我觉得其实可以趁年轻多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多去体验，我觉得会很好，因为你每个年纪去体验感受都会不同。但是我觉得你趁年轻出去是最好的因为年轻人的可塑性最高，可以被塑造的机会更高。你像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观念就很难去改了。所以我们出国的体验绝对跟年轻的时候出国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倒是蛮鼓励年轻的人多去不同的世界看看。你不一定要去中国留学啦，我的意思是我很鼓励去留学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你不要怕别人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当你发现别人的观点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去思考为什么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的生活背景是不是让他的观念跟我有所不同，那是谁的观点好或坏都不重要，重点是不同性会让你去思考。对，我觉得这个都不只是留学了，就是我们人长大的过程中，你想想看，再和以前的朋友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对不上了，很多东西想法都会不一样，都会不一样的。对，这就是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嘛，慢慢的这个会不一样。我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出国就像茶叔说的，这个就是一种经历，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你当然可以，就像现在我是觉得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北上广待久了，发现太累太卷，很多回老家的也有。就是我觉得没有对错，他愿意比如说在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地方待久之后，再回到比较安逸的生活也很正常。或者你像在那个北上广待久了之后，你想再去更广大的世界，再往远了走也很正常。就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有对错，只有经历。我觉得这也只有冷暖自知吧，谁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自己去做去体会。我是觉得要是作为父母而言的话，其实对孩子就这种你自己去经历去吧，因为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不是我们的人生。对，那我要问问两位大叔，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到中国留学？刚才茶叔不是我们再回到观众的角度。我觉得要不要去中国留学啊？我觉得看你在哪里了。对，我觉得对于像东南亚就是跟我们文化相近的地方，我觉得是可以去体验看看了因为你也比较容易适应嘛。另外就是呢，我觉得中国毕竟是一个地方很大，然后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的风格都不太相同。你可能不像台湾每个城市风格都差不多，但是大陆
大陆值得去留学，是因为它除了学习之外，你还有很多亲身经历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去大陆留学是值得的。我刚刚说东南亚其实不一定，我觉得每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去中国体验，除了学习之外，因为我说实话，中国进步日新月异，也很值得去中国走一趟，去可能你的国家怎么说中国那是一回事，但是你亲眼看到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对，这个就让你的眼睛去说服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是蛮认同去中国留学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不一定留学啦，去旅游也很好。总之就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随时都在改变的国家。所以你可能这几年去看跟后几年去看完全没错啊，不一样。是的，甚至现在感觉每2年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我们可能海外的游子有这种感觉，几年回国回来，这是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吗？整个都变了。2-3年就一个大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要不断适应这种改变，然后让自己培养自己有更宽阔的视野。所以我觉得去中国留学没什么不好啊，可以啊。刚才说的是去大陆，那去台湾的话，留学会有不太一样吗？入学标准呢，或者难不难？去台湾留学的话，在台湾的话，有很多学生有来台湾留学啊，因为你们肯定不是 HSK 了，你们好像是其他的一种考试。我们有个华语文测验，我们有华语文测验。华语文测验的话，它现在也推出简体版，所以很多学生只会写简体字的话，也是可以应考的。然后来台湾的话，只要通过华语文测验的话基本上我们有一些大学也是会提供奖学金，不过都是以短期学习比较多。不是这种本科啊或者研究生这种长比较好几年的，可能只有师大才有然后通常就是这种短期的这个中文学习，可能3个月6个月然后虽然提供奖学金，但是不会让你长久的学习。对，所以台湾也是有。台湾的上学的那个气氛跟大陆差不多吗？就是这个学生一般大陆的话都是老师讲，然后不会说组织很多学生一起跟老师互动啊，这种会少一点。我觉得台湾一下，我觉得台湾的学习方式还是比较传统，就是一个教授在上面讲，那底下大家记笔记，对吧？一样的。所以曾经像我有个印度的学生就说，其实台湾老师上的我都会了，我学到的中文都是我私底下跟同学们出去聊天的时候，或者去夜店的时候，或者去可能逛街的时候才学到的。那老师教的他都会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真正你到一个地方学中文，真正学到的词汇啦，或者是当地人说的话，都是他私底下生活跟同学们生活学到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或许在大陆学习的外国人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老师教的跟课本上学的，跟你平常跟同学用的中文完全不一样。对，都会遇到这种会有文化冲击的。我觉得这种是就是书面语跟日常用语差很多。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留学好，就是说你可以比较一下2种环境的不同。那我觉得也不错。而且我觉得其实留学我倒觉得有一个好处，特别是到中国留学，因为中国确实经济发展确实挺快的，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机遇。就像以前我们中国人在80、90年代去美国一样，现在来中国留学的话，它确实能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工作的机遇、生活的机遇。你像之前咱们采访过那个印尼的嘉宾，他就说，在印尼的话，做一个中国的口译员，这个工资都是挺高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体和国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他们因为中国的很多这个基建过去，慢慢的中国企业过去，就是带来他们很多工作机会。这一点，要是你本来就在中国留过学，你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口语基础，那自然呢你的优势就比较大。而且不只是说做这个口译吧，我觉得你要是有别的方面的能力，刚好你中文还可以，那样的你的发展可能更好。你确实在中国待过，认识一些中国的人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多时代的机遇摆在那里，我是觉得可以去看一看，不一定是留学了，就是整个到中国来看一看，我是觉得都很值得。你像我有很多学生，就是非洲的学生他在中国人到非洲做生意的很多。对啊，所以其实
间接的带给那边很多人学习中文的学生当翻译员的机会。对，所以我有很多非洲的学生都跟我说，他就在中国人开的公司做翻译。然后我有个印度的学生，他也是听我直播课听了很多年了。他后来成为那个 B 站的卖珠宝的、卖鱼的、卖珠宝的。他就是就是叫卖吧。带货啦他就是印度人嘛，直播是吗？他对，直播带货他可能在 B 站或一些平台他就直接带着，然后用流利的中文介绍这些珠宝，中国人爱死了，因为发现一个印度人带珠宝又漂亮然后又用中文介绍的那么流利，会买。对，所以就是间接不只是工作机会，可能因为你会中文可能你可能可以当网红甚至是你利用中文结合你们国家的文化可以带个货。我觉得这个间接创造出很多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机会。对，我最后的建议就是觉得就是还是大家得思考一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想就是真的来体验一下中国，了解中国的话，可以试试报语言班这样的，可能大学的语言班。因为如果是本科生、研究生，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因为有刚才茶叔说的书面语和口语非常的不一样，你要看很多中文材料，你上课你还要记笔记，那种教授的教学方式也不一样，就是你自己得做大量的研究，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取得最后成功毕业，拿到你想要的证书，而不是你过来入学了，读1-2年就放弃了。就是还是要可能先通过语言班来体会一下你到底喜不喜欢中国的这种教育的方式，或者是学这门语言你到底觉得自己能不能达到可以跟其他中国学生一起上课那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不是说我要去中国了，然后就头脑一热就先过去了，后面还要考虑的长远一点，看自己能不能顺利的毕业什么的。对，我觉得另外就是希望学生在留学前先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因为如果我就是为了学中文，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还是希望学生去中国留学前先告诉自己，我希望学到怎么样的水平，我希望在中国是不是顺便通过 HSK 几级，然后可能我希望在中国能够让我的这个口语，日常生活类的口语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平。那我觉得这个设立的目标之后总是会让自己有一个奋斗的基础，你知道我要每天朝这个目标前进会更好。不是说你在中国生活一定要每天很努力的读书啦我是说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总比每天什么目标都没有来得好。另外就是也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一个国家去留学也不是那么轻松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要适应当地的文化、食物，还有甚至宗教生活方式、沟通方式，这个都需要你不断的学习。还有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就是可能你去留学了，家乡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可能都没有办法马上回去处理这些都是可能你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对，所以我觉得所以为什么留学能够让人成长就是很多状况都会发生，但是这也没什么不好，人生就是这样嘛。最后就想说，大家如果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2025年要去中国留学的话那大家一定也要注意提前申请，就是今年就开始要好好的准备了，然后记得给我们留言，因为我可以给你们就是把这个招生的一些资料就是发一个 PDF 给你们，但是一定要留言留言给我们点赞，然后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些招生的那个信息网站发给大家。对，每个大学的是吗？对，这次来的20个大学的这个一些招生的信息网站还有这种二维码我会就是照下来放在一个那个 PDF 里边，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上哪儿找就可以你们留言然后我们会发给你这个 PDF。
对，好 ，OK，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聊到跟留学相关的资讯。那各位同学，如果觉得你对留学也很有兴趣，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啊，多一点反馈。其实留学这个议题，我觉得大家很多学习者都很有兴趣了啊。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留学对你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或许没有必要，也不一定啊。好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大家记得帮我们点赞支持我们哦。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好，再拜拜见喽，拜拜拜。拜。